九民啊，这里就是衡阳宗了。走吧。几日后的仙门大比，就是在这儿举办。先带你过来开开眼界。怎么样，够气派吧？跟为师去见见曲掌门吧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新收的弟子苍九民。是他，他和师父一样，都被身为魔神的我杀死了。九明见过曲仙子掌门。坐。不错。赵优，你总算收了个平头正脸的好徒弟了，这真是你100年来最大的进步了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九民，你这次来的不巧，我女儿黎苏苏啊，她前脚刚走，我这就把她给喊回来，你们见见。多谢曲掌门，只是九明自打进了逍遥宗，一心修行，无心旁事。如若有缘，下次再与苏苏姑娘相见吧。晚辈今日前来是有一事，劳曲掌门费心。好啊，那你说说看吧，看我能不能为你解答一二。500年前，我曾在圣国逗留，认识了一位朋友，相貌与前辈的弟子宫野纪无十分相似，不知这其中可有玄机？纪无他无父无母，甚至并非是一个寻常意义上的人。他本是逍遥宗不虚真人的师侄萧礼，不知为何遭祸横死。当时不虚真人来到衡阳宗，借了一件法器冰晶掌。据传那是上古战神所制，虽有破损，却仍有涵养元神之效。他将萧凛的元神放入其中，沉入天池灵力丰沛之处滋养。自那之后，过了数个甲子，冰晶盏逐渐融化消失。在神力的滋养下，一个婴孩诞生。我给孩子取名为宫野纪无。他究竟是谁？你猜到了？他身份那么特殊，把他这样留在仙门，你就不想再劝劝我？不虚师叔祖不会有错的。我也觉得九民这孩子不错，如若遇到机缘点化，说不定大有可为啊。我相信你的眼光。哟嘿，真不错，这次怎么知道夸我了？我夸的是你的徒弟。我成功了，庞一之，我已知道你是如何重塑萧凛的了。衡阳宗的天池风光甚美啊！
衡阳宗曲掌门已经尽数告诉我了，你曾经问我要过一瓶心头血，这便是重塑萧岭的条件之一吧。其他的，即使你不说，我也会自己一一查个清楚。若想重塑已逝之人，仇人血，情人泪，逝者之发肤，最后还需在灵力最盛之地，开启聚魂法阵。叶惜武的情人泪、仇人血，皆在我身，这都不是难事。至于身体发肤，这只眼睛本来就是他的，大不了挖出来再还给他便是。还需要法阵，那聚魂法阵在何处可以习得？人死终究不能复生，施行此法有违天道，只是为了满足心中的一点执念。你是想劝我？这就是你一直帮助宫野纪无避祸的原因吧？因为你对他有愧，可你明知如此，不还是那么做了？你无非心中想念他，可施法让他重塑，实在是并无必要。什么叫没有必要？我活了500年，就是为了要找到他。庞一之，你拦不住我。宫野兄，我看你忧心忡忡，还满面愁容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其实这原本应该是件好事。哦，我的小师妹黎苏苏，前日平安出关了。所以，你的烦恼事关你的小师妹？小师妹出关以后，仿佛经历过什么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小师妹是无垢灵体，师父对她极为呵护。我自小陪她长大，她始终情窦未开，不懂情爱。如今渡劫归来，她却性情大变，我不知该如何靠近她。宫野兄，别那么悲观。过去她情窦未开，未必能真的回应你的感情。如今她心智已全，即便是你们要从头开始，不也正是一个赢得芳心的机会吗？不瞒宫野兄，我其实出生于500年前。500年前？是。我那时无情无爱，甚至感知不到常人的喜怒哀乐。直到有个人出现，这个人教会我什么是情爱、愉悦和悲伤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终于能感受到他的心意了，却没能留住他，找了他500年。此人能令你挂怀至今，数百年不曾忘怀，定是你心中挚爱。九明师弟轻描淡写，可我想那应该是一段悲伤的往事，令你非常痛苦。情爱多生忧怖，我还是慢慢来吧。反正10年都等了。其实不瞒你说，我觉得与你分外亲近，在你面前我无需忌讳。想说什么都能直说无妨。虽然相识不久，但一见如故。我心里总感觉我们像是多年老友，亲密无间。
对我来说，宫野师兄已是我的老友。曾有一位对我有恩的朋友，他就与你这般相像。从小我就一直很羡慕他，模仿他，想像他那样活。如今，我拜入仙门，学习仙法，交你这样的朋友，也许我真的有了能像他一般活着的机会。我很珍惜。我却觉得与九明师弟为友，亦是我之幸。你心智坚韧，果敢聪明，我珍惜与你同在逍遥宗修业的日子。虽不知你过去究竟经历了些什么，不过没关系，不论过去怎样，你都是我宫野继吾的朋友。朋友。对了，九明师弟，你好像还没有告诉我，你今日来找我，究竟是为何事？听闻贵派有一门法术叫聚魂阵法，不知宫野兄是否了解？魔类编词。说起来，我对魔神之说还一无所知。斩天剑为魔神之手，洗髓印为魔神之心。是那把弩，原来那是屠神弩，三魔器之一。它们与魔胎相互感应，为魔胎提供魔神的力量，也为寻找魔胎之人指引方向。魔胎，魔神的力量。聚魂之术，难怪庞一直不愿意道出，原来这是魔族禁术，还是被我找到了。如今无情道修习的进度，赶不上法力消散的速度。况且想修成无情道，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。看来肉身封印邪果不是长久之计。也许那本魔类编词里可以找到其他方法。这下，法阵的炼成方法都背上了。不对，还有一条无需元神的替换之法没有记下。
你让我找的那个仙子，她的居所我找到了，就在衡阳宗天池湖畔。你本就是天生邪骨，注定成为魔神。你是魔神啊！你本就是这世界最大的诅咒。这是你的宿命。成魔成神，在你一念。明夜，你为何选我进入你的般若浮生呢？今日，你带不走洗髓印。一个小小的仙门弟子，竟然可以封印洗髓印。剑意破！不对，灵台有变。
把符咒打了进去。魔神，猜你万万没想到吧？替我解封的是你最忠心的2个部下，被你夺走的自由，如今我已经夺回来了。谭太清，你本就是魔胎，怎可忤逆吾的意志？带着洗髓印融入你的心脉，吾便要苏醒了。唐九明，唐九明，快醒醒！醒醒！不，休想！是尊上的力量。唐九明，关注先生，不要动火入魔。尊上的计划果然玄妙，今日情况不明，不宜做更多纠缠，待魔胎彻底被唤醒，再来接尊上回荒原也不迟。好啊，尊上，洗髓印本就是属于你，属下就先行告退了。这魔气是洗髓印融入心脉。唐九明，唐九明，别被魔气蛊惑，快醒醒！洗髓印已经连接了你的心脉，你不要命了吗？唐九明，醒一醒！唐九明，
得好，今天把他们也给我端了。迎面，无需恋战，我们走。真是没想到，让他们逃了。莫非是有人泄露了我们的计划？此次仙门大比竟然走漏了风声，让二魔钻了空子，是我疏漏了。没想到他们来这上清神域，是为了偷盗魔器。也罢，老徐啊，这个事也怪不得你。这叫做灯下黑。谁能料到魔气洗髓印竟然藏在上清神域的灵台之上呢？所幸这次九民和苏苏拼死替我们抢回了魔印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二魔抢夺不成，恐再生奸计呀！师傅，山门外警戒结界异动，似乎是有魔族来犯。恶人擅闯仙门重地。你们都退下吧。老兄，暌违已久了。弟兄被魔神囚禁万年，今日终得归来，实在是可喜可贺呀。这1万年如同过眼云烟啊！依我看，这仙门装扮就挺适合你的，你就留下来暂住吧，也好让你俩团聚一下。爹爹找我来，不知何事。若是苍九民的伤势，刚刚已经按照您的指示，把苍九民交还给赵幽伯伯带回去静养了。孩子，苏苏，你是谁？到我身边来。你为何会知道我的名字？原来是你。苏苏，你们认得？我曾去过荒渊，同他说过话。你那个时候冒冒失失跌进来，若不是我及时察觉，你当时便会粉身碎骨了。前辈相救之恩，苏苏感激不尽。看来你们二人还真是颇有缘分呢。苏苏，你过来，快给你父亲跪下叩头，以报答他生身之恩。哎，不，我虽然是他生身父亲，但是我未能尽一日抚养之责。今日能够骨肉重逢，老天已经待我不薄了。父亲，爹爹，这怎么回事？此事说来话长。万年前诛魔一战，网之主倒戈重伤魔神，却被魔神封印在荒原。数十年前，我与魔修苦战，重伤坠入荒原，险些被万妖吞噬。幸好我坠落在地面洞口之外，他竭力用魔气罩住我，驱散了众魔，我这才侥幸保住了一命。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我便答应他，为他寻回他与亡妻初皇的凌乱。没见过，没有，未曾听闻的。多谢。
好在有心人天不负，最终让我找到了他。那凌乱极难孵化，我便将它置于须弥座灵井之上，受天地间纯净灵气的滋养。后来，卵中有了胎动，我又将他的元神投入人间，不断轮回历劫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有破壳而出的机缘。他诞于天池灵井之上，乃这天地灵气所种，所以我为他取号玉灵。当年初皇陨落，身躯化为重羽箜篌，是衡阳宗的重宝。我将箜篌赠予那个孩子，希望在冥冥之中，他能得到他母亲的庇护。原来那时我见到的是我的母亲。爹爹将我的元神投入人间，不断历劫，所以才会有500年前的叶希武与我长得一般无二。或许他便是我的一世恶魂，历经一世本该元神归位，却因劫雷而损坏。也正因为此，500年后，我的肉身才会无火自焚，在须弥座休养10年，直到历劫结束，方能真正醒来。事情就是这样。苏苏，爹爹瞒你这么久，你不会怪我吧？苏苏，你不用逼迫自己。你若是不愿意认我这个父亲，甚至恨我，都是应该的。我不是恨你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没有关系，无论你认不认我，徐掌门永远都是你的父亲。养育之人无论是谁都没有办法割断。好了，无论你是否愿意唤我一声父亲，我们都会一同照顾你。父亲，快起来。想来也真是奇怪，我的母亲本是凤凰族，可我生来却怕那些鸟啊、鸡啊，可见冥冥之中有注定。搞了半天是我自己怕自己。真是太好了！今日你们父女相认，也了却了我心中一件大事啊！啊，对了，弟兄，你身份特殊，就委屈你暂驻比派，待我另择良机，广邀众派，严明此事，再让你堂堂正正重新立于世间。多谢。哎，你听说了没有？今日擅闯山门的那个，就是万年前统领万妖的网之主地冕。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？人家的发妻可是雨神初皇，为了寻找魔神的弱点，才以身试魔的。传说里不也说过吗？就是他手人的魔神。这么说，他也是不容易啊！忍辱负重了那么久，终于可以恢复身份了。仙门各派应该善待他呀。是啊，他可是诛杀魔神的大英雄啊！村上的洗髓印封印破除之时，竟然也聚齐了姐姐的元神。姐姐，你终于醒了，村上这是又救了你一次啊！
姐姐，姐姐，我是四英啊，四英。万年前，姐姐你元神受损，才被尊上投入人间历劫。现在你元神修复归来，我们姐妹终于能够团聚了。妹妹，姐姐。苏苏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所以你出关后的这些变化，自然也就都有了答案了吧？凤凰一族天生适于修行无情道，那是成为神的捷径，但是此事还得由你自己来决定。爹爹，我知道了自己的来处，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去处。我的母亲被魔神所杀，父亲又曾被其禁锢，于公于私，对抗魔神都是我的使命。要是魔神真的重临世间，那么四周三界唯有真神才能与之抗衡。只是如此重担，全部交于你一人来承担，这……请爹爹放心，苏苏保证，魔神不会再有重临的那一天了。虽然澹台境的邪火已经被抽走了，可是魔胎的身份还是过于特殊。这一切，还是等我真的毁掉邪骨以后，再告诉他们吧。只是，我的无情道修炼的实在是……苍师弟找我，不知何事。此番前来，的确是有一事相求。洗耳恭听。其实，我出生于500年前的景国。幼时，我被父亲厌恶，被他人欺凌，从未感受过这世间的温情。突然有一个人，他来到了我的身边。一开始，他总说要杀我，可他却又几次三番的救我。是他让我知道，人还有快乐，有温暖，有伤痛，有酸楚，还有许许多多的美好。后来，他说他喜欢我，我那时不知有多欢喜。如果时间可以永远停留在那一刻，该有多好。那人是谁？他叫做叶希雾。可惜，我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。他死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请你节哀。原本，我想将自己与他一起付之一炬，
可有人告诉我，这世间有幽冥之水，汇聚着3界的元神。我为了能再次见到他，找到了幽冥之水。我在幽冥川中寻了他整整500年，日复一日，被弱水灼烧肌骨，痛彻百骸。直到后来，我已经感觉不到痛，也感觉不到自己还活着，可我却还是没能找到他的元神。后来呢？直到有一天，我觉得自己就快要死了，幸而被赵幽真人所救，成为了逍遥宗的弟子。这便是我500年来所有的经历。九明师弟说这些给我听，不知何意。幽冥之水没能帮我找到叶惜武，但我却读到一种聚魂法阵，它可以帮我找到叶惜武的元神。可这种阵法却需要无垢灵体的血作为引子。不知李姑娘可否能帮我找回我所爱之人？若我真的能够寻回他，我愿意倾尽自己所有的一切去补偿他，哪怕是他想要我这条性命，我都可以给他。我帮不了你，逝者已矣，你既已改名换姓，从头活过，何不彻底忘却前尘往事？你心里的那个叶惜雾，早就已经不存在了。不存在了？什么叫做不存在了？你们有着一样的面孔，有着一样的性情。玉林仙子，你就是叶惜雾，你为何都不敢承认？你知不知道？你甚至都不敢看着我。你听说过庄周梦蝶吗？什么？你就当叶惜雾是那只蝴蝶，恍如一梦，醒了就该散了。散了？如何能散了？500年了，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。我看着他笑过，看着他哭过，他拥抱过我，保护过我，他爱过我，恨过我。即便这真的只是一场梦，你将我遗弃在梦里，我又如何能够轻易地醒过来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的梦已经醒了，你醒不醒，都与我无关。谭台烬，你若是真的想偿还，就忘掉过去，好好做你的苍九迷。而我是掌门之女黎苏苏。如今魔神幽江临世，四周3界如临深渊，我已经决定要修无情道，终此一生，出母为道。前尘散尽，今生莫离，这便是你我该走的路。
我累了，走吧。原来你说生生世世与我不复相见是真心的。他爱过我，恨过我。即便这真的只是一场梦，你将我遗弃在梦里，我又如何能够轻易的醒过来？原来，你说生生世世与我不复相见是真心的。这次仙门大比，我给了你那么多法宝，就是想让你拔得头筹，给我们赤霄宗争争气。你倒好，不想拔得头筹也就算了，你干嘛要去调戏人家姑娘啊？你说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呀？那我还受伤了呢。你都不帮我出气，我还帮你出气？我现在都没脸见人了，你什么时候能够像苍九民和宫野纪无那样给我长长脸？我倒是想像他们那样，可我压根儿就不是那块料啊！您天天就知道让我用功，要不是你也用功，再生一个像他们那样的。快胡言！你在这儿跪够12个时辰，好好反省。哼！苍九，你给我等着！小爷我早晚让你身败名裂。所以，你和苍九明500年前就认识，还是一世的夫妻。个中缘由复杂，是我不便解释。总之，苍九明曾是我500年前立的一劫。难怪你在出关后，便一直郁郁寡欢的，好似变了一个人。师兄，我不想骗你。我与谭台烬之间已尽成前尘往事，可我与他重逢之后，我才明白，就算我与他无法再续前缘，我的心里
再也不能装下别人了。素素，你跟我说这些是为了……因为我再徘徊不定下去，只会更加对不起你。我明白了，素素，你不必感到内疚，是我不够周全，没能早些察觉，才让你一个人痛苦良久。我虽心有不甘，但无论如何，我都希望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得到幸福。放下一个人的确不易，给我些时间。这2天，我会向师父自请离派去捉妖。希望我在见到你的时候，便能心怀坦荡，只做你的大师兄。大师兄，那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对不起了，大师兄。长痛不如短痛，这么走，对你我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你若是真的想偿还，就忘掉过去，好好做你的苍9年。而我，是掌门之女黎素素。如今魔神又将临世，我已经决定要修无情道，终此一生，除魔为道。又是魔神。魔胎现世，魔气认主，魔神便会复活。3界将面临灭顶之灾。听说前一阵子那次荒原大战，就是4鹰惊灭那2个魔神余孽搞丢了魔胎，所以他们才四处为祸，企图通过魔气找到魔胎。